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拿了赛评片，历时2年半，偏偏终于顺利通过所有科目拿到了驾照，即将迈上成为老司机之路。所以今天打算给大家解说一部非常经典的公路喜剧片，庆祝一下。男主小白是一个广告公司的高管，这天迎来了他久违的感恩节假期。小白答应老婆说晚上9点之前肯定到家。先不说这 flag 立得高不高，单说小白的公司在纽约，家住芝加哥，相距整整1200公里，他要回家只能打飞的。小白一上飞机，临走就是本片的男2号大胖。Is this a coincidence or what? 原来在小白没到机场之前，大胖无意间抢了小白的出租车，小白卡在下班高峰，死活打不到车，所以对大胖也是格外的印象深刻。大胖是个自来熟，抢先做了番自我介绍，他是个到处旅行的玉莲挂圈推销员，已经好多年没回过家了。至于玉莲挂圈，其实就是这么个玩意儿。大胖一路上叨逼叨个没完，又是脱鞋脱袜子，又是打呼噜。小白虽然嫌弃的要命，但这趟旅程顶多2-3个小时，只要忍一忍，待会儿就到家了。$6 in my right nut says we're not landing in Chicago. 大胖开光光的嘴果然灵验，芝加哥突然天降大雪，机场全面关闭，小白他们的飞机只能先在威士迫降。没办法，小白打算在当地找个宾馆随便凑合一宿，但10多条航线停飞，威士的宾馆早已人满为患。还好大胖走南闯北，有个客户就在威士开小旅馆，小白娇生惯养，又不愿意在机场打地铺，只好跟着大胖上路。和大部分爱情偶像剧一样，旅馆刚好只剩下1间大床房，他俩也只能先这么凑合一宿。但是大胖又是乱丢毛巾，又是把啤酒洒了一床，还不停地发出迷之声音。小白终于忍不住揭竿而起，歇斯底里地宣泄着这一路上的不满，用一篇骂人不带脏字的满分小作文把大胖一顿羞辱，说了他一无是处。大胖却出乎意料的没有还嘴，只说他就想做最真实的自己，不会为了他人而改变。小白也有些不好意思，只能再次爬上了床。结果天亮我一看，俩人居然睡着睡着滚到了一起。尴尬的2人再次上路，大胖给小白推荐坐火车，结果他俩在晚上同床共枕，睡得实在太香，钱包被人偷了都没感觉。幸好小白身上还有信用卡，顺手给俩人都买了火车票。但火车快要满员，俩人没买到连坐的票。一想到终于能跟大胖分道扬镳，小白还有些欣喜。可好景不长，火车又出了故障，他们这车人只能徒步走到路边打车。小白有些无奈，不过还是认命的跟大胖走了一队。大胖这回带小白坐上了大巴，俩人再次上路，但这辆大巴到不了芝加哥，他们只能先去圣路易，然后再转车回家。来到圣路易，大胖靠精湛的推销技术卖他的玉莲挂圈，居然赚了不少零钱。两人来到餐厅吃了一顿饭，期间大胖透露自己离家多年未归，而小白则不当暗示，不想再和大胖继续同行。大胖就算反应再迟钝，也能听出小白话里话外对自己的嫌弃，于是识趣的自己先走。小白转脸自己租了辆车，可一到目的地，却发现租的车被别人开走了。车库位置偏僻，方圆几里都没个打车的地儿，送他来的那辆班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小白抓狂半天，也只能一路徒步回城。狼狈被看着小白怒火中烧，一个没忍住，冲一个路人发了火。你们猜的没错，这辆刚好就是大胖租的车。俩人又双弱一起上路了。小白和大胖交替开车，一路颠簸实在太累，小白趁着大胖开车的空档直接睡了过去。半路上，大胖嫌热想脱衣服，但衣袖却被勾住了，只能先脱另一边的袖子，结果另一边的衣服也被勾住了。他无奈之下只好灵机一动，用下半身开车。大家可以把老司机打在公屏上。交通法告诉我们，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这么开车肯定是要2行泪的。幸好大胖及时刹车，小白也被晃醒了。俩人又双若浊上了路。然而大胖不知道，刚才他爱的魔力转圈圈的时候，车已经开到了对向车道。面对原车道好心人的大声提醒，大胖还以为人家要跟他 battle， 等发现自己开错了车道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万幸人没事，俩人坐在飞出去的行李箱上短暂休息，心里想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原来之前大胖扔烟头的时候没扔出去，烟头被车玻璃弹回了后座，小白却不期反笑，这回你大胖终于遭报应了，我看你还车的时候咋办？结果大胖却说他当时是用小白的信用卡租的车。原来俩人在旅馆开房的时候不小心交换了信用卡，而大胖租完车以后已经把那张卡又放回了小白的钱包里。虽然这辆车烧的就是那个车架子了，但居然还能开，美国车都这么抗造的吗？有买过的可以在弹幕里分享一下。俩人晃晃悠悠来到一家宾馆，因为信用卡全部报废，小白用仅有的现金外加一块名表作为抵押，还换来了一间标间。大胖身上没钱，又觉得坑小白不浅，实在理亏，只好在破车上将就一晚。没过多久，天上飘起了雪花，小白还是于心不忍，把大胖叫进了屋。几杯酒下肚，俩人终于交心的聊了起来。小白发现大胖其实也有可爱之处，和自己的龟毛不同，他生性豁达，热爱生活，尤其爱他的妻子。You love her, don't you?
Love is not a big enough word. 第二天，大胖再次突发奇想，让小白跟他一起搭送牛奶的货车回家。他们颠沛流离，终于来到了芝加哥。在车站，二人互道珍重，就此分别。小白登上了回家的班车，开始回忆起了大胖的好。是大胖唤醒了小白对生活的激情，对家庭的热爱。可小白突然察觉到哪里不对，既然大胖如此热爱家庭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都不回家看看呢？小白回到车站，找不到大胖，当面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Dell,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I don't have a home. 原来大胖的妻子早已经在8年前去世，他已经无家可归，但他依然热爱生活，依然深爱着自己的妻子。故事的结尾，小白把大胖带到了自己家，还热情地把家人介绍给他。影片也在这种温馨的氛围里落幕了。看到这里，估计很多小伙伴已经发现，这部《落难见真情》，我在5年前做过一档叫《山寨大片榜》的小栏目里提过。我当时就说，其实《人在囧途》就是山寨版的《落难见真情》，前者从人物设定、表演方式，甚至到剧情走向，都有借鉴、模仿后者的痕迹。当然，作为囧系列的开山之作，《人在囧途》的成功也不能被忽略。它里面注入了不少中国本土的元素，比如说徐峥纠结的中年出轨和王宝强艰难的讨薪之路，两个角色都比原版丰满了不少。另外，《人在囧途》也有很多青出于蓝的细节。举个例子，在原版中，大胖因为衣服被勾住，不小心开错了车道，又误扔烟头，导致了车辆的燃烧。虽然滑稽好笑，但有点过于荒诞和巧合，有些脱离现实。而在《人在囧途》中，则是宝宝开车的时候睡着，造成了翻车，这让疲劳驾驶的戏相较原版真实了许多。毕竟两人袖子同时被勾住，以及扔烟头扔到车后座的概率太小了，但疲劳驾驶可能随时发生在你我身边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提 B 站最近新上的一部微电影《车后人》，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滴滴司机深夜接客的故事。这天，阿强下班晚，临时打了个快车，也是白天工作太累，他上车之后没多久就睡着了。可这时，司机却开始冲后座的人说起了话，似乎是后面有个人提醒司机开车开得太久，需要休息。司机说话声太大，阿强终于被吵醒了。可他回头一看，后座上根本没人啊！难道这司机撞鬼了？阿强正哆嗦着，突然迎面一辆大车冲了过来。好吧，以上其实只是司机的一个梦。前妻阿红打了电话，说司机开车的时间太长，已经算是疲劳驾驶了。虽然离婚了2年，但司机一直没有再婚。他在滴滴上留的紧急联系人依然是前妻阿红的名字，所以阿红他收到了滴滴的提醒，赶紧给司机打了电话。怎么我还是你的紧急联系人啊？爸爸，你开车不要太累了。疲劳驾驶的危害不输酒后驾驶，而且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。连续开车4个小时以上，司机会感到困倦、瞌睡、四肢无力、注意力不集中、判断力下降，甚至出现精神恍惚或瞬间记忆消失，极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。微电影里的司机原本只是想挣钱还债，争取早日让老婆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但拼命赚钱不代表可以拿命去搏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如果连命都没了，家人们就真的再也不会幸福了。其实这则微电影就是滴滴拍的，他们这些年在预防疲劳驾驶方面确实下了不少功夫。比如 AI 防疲劳预警系统，所有的滴滴司机一旦临近最高驾驶时长，系统就会立马上线提醒司机注意休息。就算司机再不愿意休息，系统也会强制下线，无法接单，迫使司机一定休息够必要的时间。可能有的小伙伴对这些举措不以为意，我这么说吧，去年1整年，滴滴平台共放出了3亿次防疲劳驾驶播报提醒，超300万司机接受了疲劳驾驶专项教育。但就算如此，仍然有不少司机固执己见。我为此专门去搜了数据，原来我国每年发生的重特大交通事故中，由疲劳驾驶造成的比例竟然高达40%。除了系统提示、平台规则强制休息外，一旦司机多次触发疲劳驾驶，系统就会第一时间给司机的紧急联系人发短信，让司机的亲人们来劝阻司机不要疲劳驾驶，引导司机休息。片片也在此呼吁每一位新老司机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，生命财产重于一切。最后，祝每一个人都能平平安安，祝每一家人都能团团圆圆。喜欢我的解说，请按一个喜欢，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会，拜了个拜。